大家好，欢迎回来大声，我是吴薇。昨天呢，台湾海峡发生了让国际关注的大新闻。正如我们上一期节目的预测，在台湾总统赖清德发表了国庆演说之后，中国在台海军演了。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于当地时间周日，就是10月14号清晨5点宣布，中国举行联合利剑 2024B 军事演习。此次军事演习呢，也是台湾总统新上任5月20号以来，中共军方进行的第2次包围台海的军事演习。而且这次演习的重点包括的是海军战备警巡、要港要域封控、对海对陆打击，目的是要夺取全面治权等项目。中国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希表示，这次演习就是要对台独分裂势力毛独行径的强力震慑，是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统一等正当必要行动。这个新闻一出来，全世界各大媒体，亚洲的、美国的、欧洲的很多媒体全都在第一时间报道了，而且持续更新。为什么媒体这次反应这么迅速呢？就如我上个节目说的，其实在赖清德发表了双10国庆演说之后呢，所有只要关注台湾海峡事务的人就都知道，北京一定会用行动来表达愤怒的。现在要看的只是愤怒和报复的行动和具体的程度。而且我之前也说，美国媒体和官方也持续表达了担心和警告，不希望在此刻台湾海峡出现任何擦枪走火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呢，完整的讲一下昨天这场军事演习到底事实层面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台湾、美国、欧洲各大主要关注国家是怎么样子的，还有一些媒体和军事分析。先要提醒大家，我们开会员了，而且也请您如果愿意的话，关注、转发、评论我们的节目，加入我们的会员俱乐部，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加入的方法其实不管是网页版还是手机版，就点击我们频道上方的链接就行了。再次谢谢大家。这次军事演习的消息啊，是由中国的官媒新华社在14号周一早上清晨5点左右发布的。而且这个通稿呢一出，所有的官方平台甚至有一些娱乐平台第一时间全发出来了。但是这次宣布的时候并没有讲演习要进行多久，所以消息一传来，其实媒体的气氛是挺紧张的。我从昨天晚上看到这个消息，就在等着更多具体的信息出来。结果到当地时间下午6点，也就是从早上5点到北京时间下午6点，新华社才再次发文宣布演习圆满结束。而且这一点在官媒和官方御用的很多自媒体上面是被拿来作为宣传的一个点。说什么呢？说中国就可以在13个小时之内拿下台岛，这是中国拿下台湾最快的时间。此外呢，周一上午8点左右，中国海警局也发了公告，宣布说中国海警派出4支编队在台湾周边海域执法巡查，也是要环岛巡航管控，而且声称说这是按一个中国原则依法管控台岛的实际行动。其实这几天呢，
台湾海峡的局势在口头上、在书面上、在官方的这些情报监控上呢，都在升级。首先我们看一下事实到底发生了什么哈。10月10号，台湾的国庆，赖清德总统呢，作为他新当选总统第一次做了国庆讲话。这种国庆讲话其实是例行的，每年都要国庆嘛，他要发表一个讲话。但是他这次讲话呢，提到了2个点，一个是说原文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民主自由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茁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他这个言论一出来，立刻被北京再次批驳为新两国论，反应非常强烈。其实这个讲话一出来，国际上的评论就如我上次说的，认为呢，一个是跟蔡英文政府有一个延续性，在表述上也比较温和，而且甚至其实还顾及了台湾国民党的情绪，包括他们整个开会的这次宣传的那个 logo 啊，都是用蓝红这些青天白日旗的主要颜色，其实也在强调了中华民国这个概念。而且呢，还号召跟中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合作，推进世界和平。言论上是相对温和的，这是外界的评论。但是中国外交部当然是反应非常强烈的。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就说，赖清德的这个讲话就是要企图蓄意割裂两岸历史连接。他说赖清德谋取政治私利，不惜推高台海紧张局势，他把这个局势的紧张直接归咎于赖清德。接着就是10月13号，中国的新华社发表了一个没有具名的记者评论文章，批评赖清德的演说，鼓吹互不隶属的新两国论，对抗思维更强，挑衅意味更浓，蓄意加剧两岸紧张趋势。所以从言论上已经开始就往上提了哈。那么这一次14号早晨清晨发布的这个军演的消息一出来，观察者认为靴子落地了，就是这样。那么北京的军演一宣布开始呢，台湾国防部呢在5点左右也赶紧举行了一个中共军演状况说明的这么一个临时记者会。军方的谢日升中将给了一些说明，说截止到当天下午的4点30分，一共侦获125架次中共军机，其中90架次进入了台湾的应变区，另外还有17艘作战舰、17艘海警公务船舶在台湾周边海域。当然军事演习那边正在进行，然后接下来的就是各方的表态，各方的数据的发布，还有就是宣传战。比如说台湾国防部这边呢，明确说其实台湾国防部从13号就已经掌握了情报，也有具体的监控信息来表明，就是中国的辽宁舰编队一直在海上行动，他们也是一直在公布和观测辽宁舰编队的海上动态。而且台湾国防部还说，中国军演一开始，台湾的国防部长陆立雄就率他的参谋总长和一系列的重要干部于周一晨间主持了应变中心管制会议，要求全军官兵提高警觉，加强监控，并要与海巡这些单位要绵密协调合作，不升高冲突，不引发争端的态度应对，坚决守护台湾的国防安全。台湾国防部还说共军的这次军演非理性，是挑衅型军演，不但危及台海安全情势，无利于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更严重破坏印太区域的安全情势，威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说台湾国防部已通令3军各部队依国军经常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并说台湾的情报监察系统呢，严密掌控中共的火箭军部队等动态，而且各外里岛屿区域提高警觉，任务机、任务舰都会按部署、按战时原则应对敌情。台湾国防部还说，
这个公告是针对台湾民众的，说结合军事行动呢，对台湾进行认知威胁和社会分化等作为是共军一贯手段，而且呢还呼吁媒体和社会大众不要受敌人释出的假信息、错信息的影响。台湾总统赖清德呢，在他自己个人的脸书上也发了一个声明，承诺要保护台湾免受外部威胁。他的原文是说：“我想向我的同胞们保证，政府将继续捍卫民主和自由的宪政体系，保护民主台湾，维护国家安全。”但其实这几天双方的舆情都在酝酿。我们要知道，其实传播学传播这个学问就是在战争期间发展和逐渐成熟的，所以在战争对抗期间，双方的这个舆论宣传民情的这些发布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其中其实也露出很多信息。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周日上午其实就在自己的官方微博上发了一个战训视频，名为“枕戈待旦”。这个1分多钟的视频呢，还展示了战斗机、军舰协同作战、移动导弹发射器就位、两栖突击车等场景。而且呢，这个视频末尾的这个枕戈待旦的这个旦字中央是台湾的形状。这个视频一出来，就引发了外界猜测，说解放军是不是马上就要再次发动对台军演了？台湾这边呢，周日在中国宣布了军演之后呢，国防部也第一时间发了自己的一个视频。寻求的冲突，而且还强调了说，这个备战不求战，应战不避战这么一个态度，其实能体现双方的这个军事实力和宣传的风格。我们再看最重要的几方都怎么表态。美国方面，北京这边一宣布军事演习，美东时间13号晚间，
国务院的新闻发言人这个 Matthew Miller 米勒就发了一个声明，指出美方严正关切中国在台湾和台海周边进行的联合军演。中国对台湾例行的每年的国庆演说以军事挑衅作为回应是不合理、毫无根据的，而且存在局势升级的风险。所以呢，米勒呼吁中国要保持克制。他还专门喊话中国，说应该避免任何进一步可能破坏台海和更广泛的地区和平稳定的行为，这关系着区域和平和繁荣，而且也受到了国际的关注。米勒还说美国持续监控着中国的动态，并将和盟友和伙伴们进行协调。同时呢，美国也会严格遵守多年以来的台湾关系法、3个联合公报和6项保证为指引的一中政策。国务院这个声明其实还是在言语上向中国做了承诺，但也警告中国不要做什么国际关注、区域关注，你看是严密关注。上周五，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其实是在亚洲开会的。那上周五是11号，是赖清德发表演说之后的第一天。布林肯在亚洲就已经警告了中国，说不要对台湾进行军事挑衅。他呢是代表美国总统拜登在老挝万象出席美国和东盟年度东盟峰会。他在这个峰会的记者会上呢，布林肯就说我可以告诉你们，就所谓的双十演说而言，那是一次例行性的活动，中国不应该以任何方式以其为借口采取挑衅行动。他还说，所有的东盟和其他与会国家都强烈希望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任何一方都不应该采取行动破坏现状。布林肯还说，美国呢也希望和东盟的领导人合作，来维护台湾海峡的稳定。而且除了这个东盟峰会之外，其实布林肯也参加了第19届的东亚峰会。国务院发言人还是这个马修米勒就做了一个新闻稿，说在东亚峰会期间，布林肯国务卿谈到了几个紧迫的地区和国际挑战与威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挑衅，维护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稳定，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这是上周五国务院的一个表态。那么其实就说明美国是一直在用各种机会在外交层面降温压火，但是也表达明确态度。要注意的一个细节是，代表中国参加东盟峰会的是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李强，所以他其实本人在东盟的这些所有的会议上，他是直接听到了来自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对争端不断的南中国海的各种问题的担忧，甚至一些反抗的。当然呢，东盟国家的反抗呢都是比较温和的，可是布林肯在嘛，所以其实李强也听到了，所以这种官方层面上的非官方的信息互动一直也在进行。那么14号的军演一出来，欧盟发了一个声明，说中国进行围绕整个台湾的这个联合军事行动呢，进一步提升了台湾海峡两岸的紧张趋势。欧盟当然就重申了，说台海的和平稳定对区域和全球的安全与繁荣具战略重要性。欧盟对保持台海现状拥有直接利益，反对任何单方面用武力或胁迫改变台海现状的行动，呼吁各方保持克制。说台海两岸紧张情势应该通过对话解决。猛一听都是一些陈词滥调哈，但是信息是什么呢？就是欧盟对保持台海现状是有直接利益的，是利益相关的。我们之前的一期节目说过，其实德国比如说对于中国和台湾的态度就有所明确变化，但是作为整个一个共同体的欧盟，他们这个此刻的表态就是这句话重要，就是防止反对以任何单方面武力胁迫来改变台海现状的行动，当然还是呼吁各方克制。英国外交部周一也发了一个声明，重申了英国对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视，台海和平稳定对全球繁荣至关重要。要注意的一个点是，台湾前总统蔡英文此刻正在欧洲访问。其实
蔡英文要去捷克访问的消息一出的时候呢，也受到了北京官方的反对，但是蔡英文还去了。我们接下来再看媒体和一些分析人士对此次军演的一些具体的分析。普遍呢，大家认为这一次军演呢，确实是针对赖清德讲话的一个直接又强烈的回应。当然呢，有的认为呢，这次威胁性很强，也有网民和媒体采访的台湾民众说，中国还是灯光秀和表达愤怒为主。比如说，台湾新北市淡江大学的中国研究所所长张五岳对《纽约时报》就说周一中国宣布的这个演习表明，他们对赖总统没有任何的信任和期待，说不管赖总统说什么，他都会不满的。但《纽约时报》就认为呢，说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在利用演习来表达不满，但是呢，又把这个演习呢保持在一个不至于引起严重恐慌或混乱的层级上。德国的马歇尔基金会的印度太平洋项目的执行董事这个 Bonnie Glaser， 这个人是很有名的一个美国中国专家，但他现在是在德国的这个基金会哈，他说其实我们早就广泛预计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会在赖清德国庆演说之后进行军演。他说这些演习的效果在于呢，向中国国内的观众展示中共捍卫自己领土的决心。他们的目的呢，也是要在警告台北和华盛顿不要越过北京的红线。这是这个葛莱伊这个女士的分析，她分析中国问题30年了，所以她看的还是比较准的。此外呢，台北的智库美台观察的这个杨光顺也对媒体说这次军演有可能是在中国全球震荡时期来适应国际反应的一个行为。因为目前又有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又有中独冲突，也有来自朝鲜的威胁。中国是想用这个军演来试一下全球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会有什么反应。金融时报英国的报纸就说北京定期使用军事演习和宣传，试图恐吓台湾民众，并对台湾的军事力量施加压力。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评论来自于自由亚洲，他们呢采访了这个美国在台协会的前台北办事处处长 Stephen Young。 这个 Young 呢，他在台湾接受自由亚洲第一时间的采访的时候呢，他说只要我们在美国有优秀的领袖，我们就会承诺防卫台湾。中国人最好小心点，因为我们仍然可以，原谅我的用词，他用的是英文 forgive my language。 他说的我们仍然 kick their ass， 他说意思就是说中国人你们最好小心点，因为我们仍然可以踢他们的屁股。这个是个俚语哈，意思就是狠狠教训他们，如果他们对台湾胡来的话。然后这个样还说美国的军事投射是稳定而持续一致的，除了那些坏蛋国家朝鲜、俄罗斯和中国，其他的亚洲国家都承诺和美国一起努力对中国的侵略建立更好的防御。中国可能有能力，但是完全无法和美国相比，所以我认为他们最好要非常小心。他这个语言是挺直白的哈。但是台湾方面呢，没有这么乐观。台湾国防大学中共军事事务研究所的教授马振坤，也是在台湾当天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就对媒体说中国解放军这一次的演习对台湾的威胁性是更大的。他说此是东部战区，声称是检验实战的能力，也没有宣布会有实弹或发射导弹，就表明不是烟火秀。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我的预计，习近平希望收复台湾的这个决心和行动都是明确的，要看的就是他到底什么时候认为自己有实力打这么一仗。第二个点就是会不会有在偶然的
节点上突然的擦枪走火，就是快速出现的军事冲突。这个对两岸的国民一定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也不是我们任何人希望看到的。可是如果北京决心已下，台湾是像他们自己说的充分备战而求不战，还是现在已经有足够的实力面对来自中国的军事的占领和统一，还是怎么样的呢？这个台湾现在要更加明确的加紧准备。所以不管怎么样，台海局势就是会持续紧张下去。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取决于习近平他自己下定决心要收复台湾这件事，他什么时候认为他准备好了，也取决于各种国际的因素，让他什么时候下这个决心，这些都是我们接下来的看点。这次节目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